Namaste，大家晚安。听说昨天台湾是台湾的北部有放台风假，可是好像天气还不错。然后在上一个礼拜是台湾的南部有放台风假。OK，那我希望在台风天，不管今天是风大雨大还是风平浪静，我希望大家至少每个人住家周围不要有太大的损伤，不要有太大的伤害出现。那今天的直播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压力。OK，为什么特别在台风来的时候会想要聊压力？主要是因为，在阿育吠陀的观点当中，台风的季节、台风的这种气候，其实是会让我们的压力增加的。所以我想要从瑜伽跟阿育吠陀的角度跟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压力？压力是一种坏东西吗？你要如何能够去好好的看待你的压力，并且运用你的压力，让你可以借力使力。OK，借力使力，然后就可以逆风高飞。好，所以在阿育吠陀的观点啊，我们是或者所谓东方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是怎么看压力这件事情？我们说，其实压力基本上，比方说，我现在要请你形容，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OK，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觉得就好像是我的压力锅快要爆掉的那种感觉。OK，又或者有的人会说，我觉得我自己很像是一颗气球，或者我的某一个部位很像气球，它胀到不能再胀，如果再灌气下去，它就会爆掉那种感觉。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自己形容所谓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用的字眼都是气变多了，都是空间被撑饱了。所以基本上在阿育吠陀的观点，我们会说啊，压力这件事情，它基本上是跟一个功能性能量有关系，叫做 Vata。那 Vata 这个功能性能量，它很有趣的是，它是风元素跟所谓的空气元素跟空间元素的结合。而风元素就像我们说的，我的气不能再灌下去，我已经灌饱了。那空间元素它所指的是每一个可以承载物件的空间，不管今天这个物件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气球要被充饱，没有空间了。我的压力锅要被充饱，没有空间，再充下去它就会爆掉。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知道说，OK，这个是跟空间元素跟风元素有关系，那它是跟 Vata 能量有关系。有看过我其他影片或是直播的朋友，大概知道说，阿育吠陀对于 Vata 这个功能性能量的定义，是指说它可以行使一种所谓运动、运行。运输的一个功能，那这个运输运行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功能性能量，它有一个特色，它的特色是所谓的不定性，它的特色是所谓的应变。OK，它除了管运输之外，它可以帮你有临场反应，让你可以有应变。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常常要去面对一些未知的事情、未知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被撑饱了。你被什么东西撑饱？你被这个要帮你应变事物、应变人生当中人事物的面对新的人事物的这个功能性能量所撑饱了。OK，所以在阿育吠陀我们说啊，这个功能性能量如果太高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有不同的身心的失衡出现。OK，那么在我们开始介绍如何去做平衡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你觉得压力是一件坏事吗？我自己本身也是瑜伽治疗师，所谓的 yoga therapist。那我们的瑜伽治疗、瑜伽疗法主要走的是所谓的东方心理学。OK，我们从西方的科学的角度来验证东方心理学的内容，然后用东方心理学的或者是所谓瑜伽还有阿育吠陀的手段来达到心理的平衡。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很多人因为我们长期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所以我们都认为压力一定是对我们不好的。OK，如果说我们好像认为说，今天只要我感觉到有压迫感，好像那种气球胀满，或者是压力锅胀满的感觉出来的话，我就一定要把这个气消掉。比方说，我可能压力锅要开一个盖子，然后那个气散掉，又或者我的气球的那个口可能要把它松开来，先让气松掉。可是我们说啊，如果没有压力的话，OK，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迫感的话，OK，没有感受到那种好像被什么东西，好像你想要去追求什么东西的这种感觉的话，
你会没有想要改变的动力。OK，老实说，你是不是也是有这种经验，就是啊，你知道，比方说现在学生们，你知道你的暑假作业，你有暑假作业，OK，你要交报告，你要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可是你想说啊，没关系，反正还没有要回学校，可以一拖再拖，一拖再拖，直到 OK，你差不多到你要要开学前一个礼拜，你会开始有那种压力锅要开始那种快要饱的感觉，或者是气球快要饱的感觉。那这种饱足的这种感觉，很奇怪，这种感觉会大概在你要开学的前一个晚上达到极点。如果你那时候还没有做你的那个暑假作业还没有做的话，你会压力爆表，然后可能就会晚上睡不着觉，或者会心神不宁，甚至会有人会不自觉的开始手抖脚抖。那这些都是我们刚刚所谓的 Vata 功能性能量，它在一个量过量，然后失衡，你会看到的生理上的现象。OK，可是，在阿育吠陀我们说啊，有压力我们才能够进步，有压力你才会想要改变。我们常说啊，我刚刚提到压力，感觉上一般我们人提到压力，会觉得它是一种心理层次的东西，会觉得说，OK，我今天因为很忙，所以我的压力很大，又或者是我要没有时间了，所以我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可以将压力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基本上我们如果用阿育吠陀或是用东方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它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入不敷出。OK，当你今天所拥有的时间不足以去支配，或者让你完成你应该要完成事项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压力很大。比方说我刚刚说的写暑假作业这件事情，当你今天荷包里面的钱，你皮包里面的钱，银行信用卡里面的额度不够让你去支付你必须要支付的账单或者相关支出的时候，你会觉得金钱的压力很大。OK，同样的，当你的体力不够去负荷你今天身体的那个体力不够去负荷你今天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所需要的体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身体的压力很大，心理的压力也是一样。当你心里面你的心事的强健度低于比你目前所要耗的脑力、所要耗的心力来的低的话，你就会觉得我心理层次的压力很大。OK，所以我们说有压力不是一个问题。OK，基本上有压力我们才会求进步，我们才会往前动。没有人推你一下，你不会往前动。可是如果推你的这个人推的太大力的话，你就会跌倒。如果说你的压力过多的话，你就会有失衡的现象产生。OK，所以第二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压力不是一件坏事。OK，要记得有压力不是坏事，重点是你会不会让你的压力值爆表。那不要让你的压力值爆表，基本上你可以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提升你的，不管今天是体力、心力、脑力，或者是你的精神力，又或者是你的财力、你的时间，这个是你可以提升的。因为今天你准备够多的弹药上战场，你就不会觉得不够用，对不对？你就不会入不敷出。第二个就是减少你的支出。什么叫做减少你的支出？时间常常会不够用的人，你要去看一下你今天的一天当中，你是不是一直把时间花在一些很琐碎、根本不必要的事情上面？钱不够用的人，有财务压力、有金钱压力的人，你要去重整你的财务的支出，你才知道说我今天如果我钱不够用，那么我是不是我有入不敷出的状况出现？我只要把它重新调整之后，我的压力财力的压力就会变比较小。一样，体力的压力也是一样。OK，你今天常常会觉得哦，我很疲劳，我今天可能站起来走2步路我就很累了。那么你在没有办法增强你自己的体力的状况之下，你要做的是，那你是不是不要走那么多路？OK，又或者是今天就先躺着休息。OK，所以这个是阿育吠陀还有瑜伽对于所谓压力的一个简单的事项啊，简单的一个看法。那我们说为什么会有压力的产生？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压力的产生吗？OK，我们说压力是一种支出，为什么会有支出的产生？不管今天是有形的支出或是无形的支出，我们说会有支出的产生，是因为你有欲望的存在。因为你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所以你会为了那件事情付出体力。因为你今天想要买一个东西，所以你会为那个东西付出你的财力。因为你今天想要，对，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也会为那个事情付出你的时间。OK，所以如何去知道说今天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体力有没有花在正确的地方？你要先知道的是，我今天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我去花这个时间、体力跟金钱？
OK，在阿育吠陀，我们还有在所谓的瑜伽，我们都有说，人呐、我们说心理上的不开心，一切的失衡，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或是能量体的，甚至是你的因果，所谓的可能宗教家会告诉你说的因果业力，它都来自于两样东西。应该说它都只来自于一样东西啦，就是你的欲望。OK，你的心理，它是从心理层次的失衡慢慢衍生出来的。那么我们说心理层次的失衡有两种，我们叫它 Raga d i Roga。在瑜伽的话，Klesha 的这一部分，我们叫它 Raga 跟Dvesha。OK，一个是你想要的，一个是你讨厌的。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你会就是真的会每天晚上会觉得好像有虫子在咬你。你爱一个人得不到，你就觉得你心很痛。OK，那第二个是你不想要的，可是丢不掉。比方说，刚刚我讲的是爱一个人得不到，你会觉得压力很大，晚上会睡不着觉，心情会不好，然后会觉得到了人生的尽头。OK，那第二个是你不想要的丢不掉。如果你正好在一个有所谓的有毒素的关系当中，或者是已经走到尽头的关系当中，可是又一直无法画下句点的话，你也会有那种觉得全身好像被蚂蚁咬，然后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所谓压力很大的感觉。OK，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当你发现你自己处在那种快要胀破掉的感觉的时候，你要先问问你自己。OK，我刚刚有提过，今天你所付出的东西是有必要的吗？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所要或是所不要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你要跟你不要的吗？怎么说？我们常说啊，在东方心理学，我们会说所谓的瑜伽还有阿育吠陀心理学，我们会说，因为你有一个意图存在。OK，因为你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刚刚说，因为你有欲望想要做一件事情，所以你会慢慢，当你越来越常想那个念头的时候，它会慢慢具象化。这个具象化的方式会是，如果我们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话，你会发现是你会开始会去想要做想要做那件事情，那么如何去让那件事情完成？OK，然后你要如何的去筹备你所需要的资源，让那件事情完成。那为了要让那件事情完成，你势必要有一些在某一些事情上面要有所取舍。OK，所以在阿育吠陀，我们说，当你理解到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能够对你的压力控管，你会对于你的压力源的控管会比较好。那有的人会说，可是我可能目前正在一个关系当中，我走不出来。OK，关于那一种，如果说你今天的压力源是那一种，它没有办法被改变的。OK，比方说你可能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可是你今天没有办法换工作，因为你需要这份钱。又或者是你今天处于一个有害的关系当中，不管今天是因为可能是家暴，OK，那这个家暴的原因可能是情绪勒索，可能是真的是肢体暴力，可能是语言暴力，你没有办法走出来。当我们觉得走不出来，在节流的这一块没有办法把它做一个止损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是强健我们的心事。OK，我刚刚说过入不敷出，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多增加、多开源，开源的这一块，帮你自己做好。很多人会说啊，我就是 PTSD，啊，我就是怎么样啊，我就是怎么样。在阿育吠陀跟瑜伽，我们相信，我刚刚说过，当你一旦有念头产生，你就已经开始疗愈你自己。OK，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我知道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你会很难走出来。可是你可以告诉你自己，你先不用走出来，OK。可是你知道有一天你会走出来，知道自己有一天可以走出来，跟我现在就要走出来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一个是抱有希望，一个是觉得我现在就要做到。可是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现在就做到的时候，你的压力会更大。OK，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变，所以把已经改变的那个念头放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意图或者这个我们在瑜伽我们叫它 Sankapa。OK，这个可以带领你走向所谓的比较接近你真的身跟心还有灵所渴望的那个点的地方去走，这个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好好的把你的肉体管理好。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你可以工作很忙，每天都工作很忙，你也可以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关系当中。可是，当你有睡好、吃好，然后排泄也是正常的状况之下，你的那一天或者是隔一天，那样子的有毒的环境，
那样子的大量要支出你身体的体力或者是身心免疫力的环境，对你造成的伤害跟影响会比较小。OK，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压力源的时候，你不用改变你自己去接受它，可是你强健你自己。OK，这边的强健你自己不是说啊，我从今天开始要每天上健身房1个小时，然后我只吃有机的东西，我要改吃全素，不是。强健你自己的意识的意思是增加你的 OJAS。在阿育吠陀，我强调过很多次，我们说健康有3个基准点。第一个基准点是所有放入你身体的东西，是你可以消化、吸收跟转化运用的。放进你身体的东西，包含了你吃的、你喝的、你的五官所接收到的讯息。包含了你闻到的味道，你听到的声音，你听到声音的话的内容，OK，还有你的皮肤接触到的东西，再来就是你的呼吸，OK。所以从这3点，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改善，帮助我们舒压。你今天可以不用去 SPA，你也可以不用去泡温泉，你只要好好呼吸，好好注意你吃的东西，就已经开始有改善了。还有就是感官的部分，不要一直看那些很可怕的电影或者电视，会让你产生你的压力已经很大，然后你还去做一些让你会所谓的让你的身心的系统有更多支出，需要更多耗损更多 OJAS 的一些事情。比方说跑去坐云霄飞车，觉得哦我压力很大，我要刺激一下。那个当下，你觉得你感受不到，因为坐云霄飞车的那个刺激太大了。它会让你在那个当下感受不到你原本生活所带来的压力。OK，可是坐云霄飞车对于你的身心系统所带来的压力，它会累积在你的身心系统里面，之后会慢慢的出来。OK，所以很多人会说，因为我的生活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我去看恐怖片，或者我去看一些，我去洗冷水澡，那种冰水澡，或是我去做冰水浴，会让我觉得啊，好爽哦！我觉得我醒过来了，我觉得我重生了。可是其实那都是对你的系统的另外一种压力的加深的一种做法。所以在阿育吠陀，我们反而会建议，就是你在放入你身体里面的东西，它必须要是宜人的。宜人就是让你觉得舒服、平稳、和平，内心可以平静跟宁静的。比方说，你多去大自然走动，OK，这个大自然可以是一片草地，可以是海边、河边、湖边，可以是森林里面登山。OK，又或者是我们说在饮食方面，你多吃一些会让你的身体感到舒服的东西。什么东西会让你的身体感到舒服？你可能会说，在当下你可能会说啊，我觉得吃麻辣锅很爽，会让我很舒服。你问你自己，隔天你爽不爽？OK，你可能会说啊，我吃那种很油腻的披萨，或者吃那种咸酥鸡，我会很爽。你问问你自己，吃完3个小时之后，你的消化道爽不爽？OK，在这边我们说可以消压的食物，所以可以减压的食物，可以增强你身体耐压力的食物，是一些比方说，熟食，然后温热的食物，不是烫的食物哦，是温热的食物，是让你觉得在那个当下有滋补力的食物。大部分是甜食、甜味，可是这个甜味不是所谓的糖，所谓的精糖或者是白糖那种加工性的糖，而是从你自然食材当中可以取得的自然甜味，比方说蜂蜜。比方说，根茎类的植物，地瓜啊、红萝卜啊这些的，又或者像一些五谷，比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很情绪化的时候，或者当你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然很想要喝腊八粥、八宝粥，又或者忽然很想喝一些会让你的嘴巴里面甜甜腻腻、黏黏，可是是舒服的那种黏腻的感觉。你喝下去之后会有一种的这种感觉。OK，所以可以消压的食物，可以减压的食物，是会让你的身跟心有那种我被呵护的感觉的食物。每个人喜欢，对于每个人，因为他的经验、他的生活经验跟他的文化背景不同，那个料理的种类或许会不同。可是阿育吠陀的大方向会是温热的，最好是液态的。OK，温热的、液态的，然后自然的甜口味的。OK，那我们说感官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不要让你自己过度使用你的感官，比方说闻那种很刺激的香味，听那种很刺耳的声音，你在当下会觉得啊，我忘却了一切。可是当你回到现实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空虚跟烦躁感。OK，
那个就代表你被过度刺激了。所以你可以做的是，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反而会比较建议的是闻一些会让你觉得很舒服的大自然的味道。所以我才说，有的时候很奇怪的是，即使是闻下雨天的味道，或者闻青草的味道，OK，一般人都会有被疗愈的感觉，因为它是让我们的内心感觉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里面。OK，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减压的疗法、舒压的疗法。那再来我们说音乐的话，听一些舒服的音乐，不管它今天是旋律，或者是它的那个字汇，让你觉得有被疗愈的感觉，有所谓的感觉。OK，那再来我们说，除了吃东西之外，看的东西也是一样，不要让自己有太多刺眼光线的那种刺激。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还是看荧幕、看你的手机，那种光线是很刺眼的，或者一直盯着大太阳看，你会觉得压力更大，你会觉得哦，我要开始头痛。所以你可以做的是把眼睛闭起来，让眼睛休息一下。OK。那我们说皮肤触感的话，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去按摩会有被舒压的感觉，会有那种的感觉？不是因为它压得很大力，也不是因为它用的精油，而是我刚刚说过，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上面会让你舒压的东西基本上是汤汤水水类的，一样。这种压力很大的状况之下，Vata 能量增加的状况之下，你身体的肝的特性会比较强，就很像是你全身长刺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干干刺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皮肤上一些油，OK，最好是宜人香味的，每个人喜欢的香味不一样。OK，最好是那种可以让你很完整的吐完一口气的那种香味的油。有的人他们喜欢薰衣草的味道，可是在我的诊间其实有很多有焦虑症的患者，他们如果说闻到薰衣草的味道，不管是精油或者是新鲜的薰衣草，他们都会诱发他们的焦虑症。OK，所以不要认为说，别人觉得那个香味是可以舒压的，我就用那个香味来舒压。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去找去试，那最好的是天然的大自然的香味。所以像我常常会在我的诊间，我会建议我的一些客人，比方说你把你家厨房里面的香料拿出来，绿豆蔻的味道。甜茴香的味道，又或者如果你们家有这种香草的话，所谓罗勒的味道、九层塔的味道，OK，甚至肉桂的味道，它还有肉豆蔻的味道，它们都有你直接去闻它就可以了，最天然的。你不要跟我说精油比这个天然，你直接香料柜拿出来的那个香料可以吃的那一种是最天然的。OK，好，你让那样子的香味，又或者是你今天如果说你们家有接近农地，或者自己有种菜或是种水果，又或者是你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的话，你去闻成熟水果的香味，比方说芒果的香味、石榴的香味、苹果的香味，甚至香蕉的香味，这种甜甜的大自然的味道，它会有很好的减压跟疗愈的效果。我现在讲的因为阿育吠陀的养生不是只有讲吃东西，我们的养生是从五感来养生的。OK，所以我这边帮大家举一些五感的一个例子。所以除了是让你的五感官多休息之外，你也可以透过五个感官不同的方式来平衡你自己，来帮助你增强你自己对于压力的抵抗力，所谓的耐压度，然后来帮助你释放掉一些你没有办法解除掉的一些压力源。OK，那再来就是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啊，在现代人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今天如果我要减压的话，我就是要我如果心情很不好的话，我就是要努力的深呼吸。可是大家要想到我一开始讲的那件事情，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要爆掉。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压力锅要满出来了，或者是你的那杯水要满出来了。像我常会跟我儿子说，我觉得我压力到这边，OK，再上来一点我就要爆掉，OK。所以就呼吸来说的话，即使你没有在练气功，你也没有练习，你也不熟悉任何的瑜伽呼吸法，你最简单可以做的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觉得快要满出来、快要爆掉的那个地方。可能今天是这边快要爆掉，可能是肚子快要爆掉，可能是喉咙快要爆掉。你把手或者是头快要爆掉了，你把手放在那个区块，眼睛闭起来，因为眼睛闭起来，你的注意力比较容易停留在那个地方。接着长吐气，
什么叫长吐气？就是当你吐气的时候，当你呼气的时候，你从一数到三，先从一数到三之后，接着再从下一次的吐气从一数到四，慢慢慢慢慢慢拉长你的吐气。为什么？你刚刚有说我的杯子要满了，满掉的杯子你还一直吸气进去的话，它会整个满出来，对不对？在瑜伽疗法当中，吸气是提振你的能量，吐气是帮你平衡你的能量，吸气是刺激你的神经，吐气是平衡，是让你的神经可以放松。OK，所以在你要放更多新鲜的东西进去的时候，当你要放更多的新鲜能量进来的时候，你要做的是先清空你自己。吸气没有办法帮你清空，可以帮你清空的是吐气。OK，所以每当你觉得哦，我现在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当你试着想要多呼吸或者深呼吸，反而造成那种过度换气或者很喘的现象的时候，请你把手放在你觉得很紧绷的地方、很满的地方，在那个地方长吐气。OK，那我们说所谓的健康的三个支柱，除了你三个放进来身体里面东西之外，还有所谓的睡眠跟休息，那还有所谓的你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这一块的话，阿育吠陀我们说啊，因为压力跟你的 Vata 能量是联动的，因为压力它是风元素跟空间元素，所以我们说所有会让 Vata 能量增加或失衡的，我们都会尽量建议大家少做。那一个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是，让你的生活有规律。OK，第一个是让你的生活有规律，第二个是不要强憋着某一些它要自然走出去的东西。什么叫所谓的身体的自然的需求？因为你的身体的每一个自然的需求都是一种动态性的展现。什么自然的需求？想要上厕所，不管是大号或小号，都是往下走、往下走、往外排出的一个动态性的表现。比方说放屁，放屁也是往下走、往外排出，又或者是肚子饿，不管是口渴或者肚子饿，你的身体有往内走、往下走的这个需求，这个运动出现。那或者是你很累了，耗损性太强，你需要休息，需要睡觉，又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哭。OK，哭是情绪，是你内在的情绪能量，是你内在的能量以一种情绪的表现释放出来，透过眼泪释放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往外走的排出。当你今天想要哭，想要流泪，可是你硬逼着眼泪的时候，就很像是你今天想要尿尿，可是你硬憋着不去上厕所一样。你硬憋着不去上厕所，你会很不舒服。同样的，眼泪往肚子里面吞，不会让你的心理变得比较健康。OK，所以在阿育吠陀，我们会建议说，因为这些有动态性的能量的排出或者能量的需求，它都是跟 Vata 能量相关，都是动态性，都是用这个 Vata 在管的。所以，当你不让它动的时候，当你堵住它，不让它动的时候，它就局部动得更厉害，就会局部失衡的更厉害。所以要记得，在生活作息的这一块，首先你让你的生活有规律。OK，生活规律不是每天照表操课，就是大概在那个时间，大概就是1个小时45分钟的那个区间，你在做这件事情。每天大概就是在那个区间起床，在那个区间睡觉，三餐大概就是在那个区间来吃东西，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强忍着你身体的自然需求，不要硬憋啦。OK，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说最后一个维持跟我们身体健康有关系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所谓的休息。这个休息可以是睡眠，这个休息也可以是大脑的深度休息。所以，在东方心理学或者所谓的瑜伽疗法的话，我们很讲究的是透过导引式的冥想，又或者所谓的瑜伽睡眠术。OK，大家都知道我是怎么讲？我的瑜伽疗法主要是靠瑜伽睡眠术，还有瑜伽的体位跟瑜伽的呼吸。还有能量的觉知。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瑜伽睡眠术有兴趣的话，当然现在台湾或是华语圈，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的老师在网络上面有相关的影片，我会建议大家去找。瑜伽睡眠术的练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导引师的声音是你喜欢的，还有就是导引师他的用字是你可以接受的。OK，那如果大家对于瑜伽睡眠术有兴趣，想要多了解瑜伽睡眠术，又或者是对于其他包含了压力，东方心理学瑜伽疗法怎么看压力，东方心理学是怎么看其他西方的
身心问题，比方说所谓的过动症啊、ADHD 啊，然后强迫症啊，或者是忧虑、焦虑的问题，或者是情绪控管问题。如果你对这一些资讯有兴趣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参考我官网上面的瑜伽睡眠术相关的练习跟相关的培训课程。OK，在我的官网上面有一支是免费让大家练习的瑜伽睡眠术的练习，它是跟过往的疗愈有关系。那还有一个是大家可以自修的前导课程。那当然，我们在每年都会开一次所谓瑜伽睡眠术培训师的瑜伽睡眠术导引师的培训课程。那所有资讯都在官网上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官网去查找。那我会把相关资讯放在我们的这个影片下方。所以要了解到，就是今天压力对你不是不好的，帮大家整理一下，压力对你不是不好的，可是重点是你要有办法去 handle 你的压力，你不要让你压力爆表。不要让压力爆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开源，广增你自己，提高你自己的压力的耐受度，深根新的压力耐受度。第二个是节流，减少你的压力源对你的影响。节流的话，我们要去看的是，我们可以逃脱那个环境，我们可以离开那个环境，还是无法离开那个环境。当你无法离开那个环境的时候，加强在开源的这一块。当你可以做出改变，可是你无法做出改变。什么叫做可以做改变又无法做改变？比方说，你知道这段感情已经要结束了，可是因为某些理由你无法结束它。比方说，你觉得如果我走了，我就输了。OK，又或者是你知道今天你比方说某一种上瘾症，你察觉到自己有某一种上瘾症，不管今天是购物上瘾、烟瘾、酒瘾、药瘾，又甚至是性成瘾。OK，或者是追剧成瘾，或者是社交媒体成瘾，你发现你的这些上瘾的现象，基本上跟你一直想要逃离的某一些事情有关系的话，OK，这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做选择，可是你无法做出改变。这个时候，我会建议的就是去思考我刚刚说的那两件事情，会让你的心失衡的那两件事情，一个是我是要什么东西得不到，让我上瘾了。还有就是，我是不要什么东西丢不到，让我对这件事情上。OK，在瑜伽跟阿育吠陀的心理平衡或者所谓的心理治疗上面，我们或者心理疗愈上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觉知。你觉知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有压力的，可是我还可以 handle 它。我还游刃有余，这样的话你就是尽情享受它，借力使力，让你的人生能够有所改变，让你的这一段人生旅程可以发挥它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要让你的灵魂旅程上面留下任何的遗憾。可是当你发现你觉知到你的灵魂，你现在的这些状况，你已经开始有入不敷出的状况的话，那么你就要开始来做调整，开源跟节流。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压力跟消压的议题、减压的议题，大家还有兴趣，或者对于做法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那我可能之后会再来，我会之后再找一次的直播，然后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回答大家的留言。又或者，如果你对于瑜伽睡眠术有感兴趣的人，也欢迎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更多的免费的练习，或者是讲座跟跟那个培训课程。OK，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疑问的话，因为我看到对话框这边大家都没有写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期待下一次的相见。Namaste。